我名秦风，修行43000年，世人称我万古第一大帝。想要超越大帝境，便要自斩神魂，成为天道的傀儡。天道？屁的天道！我秦风天生反骨，一身桀骜。天道不愿成就我，那我便逆斩这天道！天道的背后，竟然是一座青铜仙殿。秦风，你还不认罪？修远哥可是秦家天命之人，难道还会冤枉你一个废人？这里是……我逆斩天道之后并没有死，而是转世重生了。临死之前，前世43000年的记忆觉醒了。好一个无风城秦家，为了一颗丹药，将这个世界的我屈打致死，真是好得很。秦风，看来刚才的80大板还没让你清醒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偷窃丹药的事，你认不认罪？认罪？我何罪之有？修远哥是肩负秦家千年兴亡的天命之人，他说你有罪，你便有罪。你这废人偷了修远大哥的丹药，还敢狡辩！再不认罪，我便替修远大哥将你就地正法。算了吧，各位，何必为这种人动怒？秦风，我知道你从小没父母教养，你可知道你偷走的灵丹乃是我养了10几年的狗用来启智的。小黑虽是普通的狗，没有灵兽资质，但它伴我多年，如今寿元到头，再不启智可能会死。你偷走丹药，或许能提升点修为，可代价是他的命啊！秦风，你太自私了！你怎能为了一己私欲，要害一条无辜的性命？秦修远，丹药的事我不屑与你争辩。按照秦家的族规，嫡系同辈之间无法争辩之事，可以申请武裁。武裁，秦家嫡系之间的生死决斗，败者伏诛，胜者无罪。这是写在族规中的铁律，哪怕族长也无权干涉。3日之后，一战定生死。秦修远，你敢接吗？就凭你这废，就凭你现在的伤势，你要跟我生死战？堂堂秦家天命之人，该不会连我这废人的挑战都不敢接受？放肆！就凭你这废物，也配挑战修远大哥？我今日便替天行道，替秦家除了你这祸患。秦秋，住手！秦风，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那为兄也只好成全你了。3日之后，秦家演武堂，我会请族长亲自主持武裁，你好自为之。今日之事，秦风记下了。堂堂秦家嫡系少爷，住的连下人都不如。这一世的身体天生经脉断裂，体内几乎没有元气。不过无妨，前世我有一门以气血代替元气的秘法，用来疗伤绰绰有余。前世逆斩天道时出现的青铜仙殿，竟跟我一同转世了。万道吞天诀，仙殿内竟隐藏着一门功法。以我前世的见识，修行过上万种功法，却完全看不透它的上限。武道修行，养气、淬体、灵脉、灵海、灵丹、天门、天阳，短短3天，连跨2个大境界。这功法的修炼速度远超我前世任何所学。灵脉境1重，元气不如秦修远9重深厚，但前世的战斗经验和武技足以弥补差距。前世我崛起于微末，修炼最垃圾的引气功，用了足足1个月才达到今天的境界。万道吞天诀果然强大。时辰到了。修远大哥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竟然还愿意接受秦风的挑战。他这种十恶不赦的贱人，就该死在执法堂的大牢里。我本意还是希望他好，
希望他改过自新。若今日他能主动认罪，我会请求族长再给他一次机会的。不必了。秦风，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秦风，你什么态度？按照秦家族规，秦修远、秦风二人皆秦家嫡系血脉。今日由本座见证武才，双方各自准备，实习之后开始生死斗。含冤剑，这是玄阶下品灵兵。前不久此剑在乌峰城万宝阁问世，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没想到竟落在了修远哥哥手中。修远大哥果然是天命之人，天才配神兵，简直绝配。秦风堂弟，不取出你的灵兵吗？对付你，没那个必要。秦风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在修远大哥面前大放厥词？修远大哥本来还说要给你一条活路，现在看来你不配。他灵脉9重，打我灵脉1重，还要手持玄阶下品灵兵，这像是要给我活路的样子。没救的是你们才对。有时间去看看脑子吧，身残或许有药可医，但脑残无药可救。放肆！秦风，我不管你如何针对我、嫉妒我，这些我都可以忍，但你一再辱骂我们的兄弟姐妹，你已经触犯到我的底线了。什么？在我面前，你也配用剑？怎么会？天命道骨之力，看！这是天命道骨的力量。修远大哥竟然被秦风那个废人逼到这一步。3个月前，修远大哥就是靠天命道骨之力越级奸杀林海。秦风这个贱人死定了。天命道骨，体内蕴含先天道骨之人，可在短时间内爆发超越自身境界的力量，代价是消耗自身寿元。这种体质在前世也极为罕见，没想到大岩域这种小地方竟然也有。天命这2个字太重了，你背不起。庶子你敢！敢伤我孙子，找死！我怎么没听说秦家武才还有爷爷替孙子出手的道理？难道这是天命之人的特权？你秦风，你忤逆长辈，偷袭我秦家天命之人，罪不容赦，当诛！狗屁的天命之人！灵脉境9重，拿着玄阶下品灵兵，被我一个灵脉境1重越级击败，就这也配称天命？若是如此，秦家的天命未免也太廉价了些。好你个没爹娘管教的野种，竟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！为了秦家的未来，今天留不得你！秦风死定了。林海境9重一击，足有100万斤力量，他必死无疑。没错，他能战胜修远哥哥，肯定用了不为人知的肮脏手段。族长威武，替天行道。老匹夫，就凭你也想杀我？你孙子杀不了我，你也一样。今日你以大欺小，这一拳，来日我必亲自讨回。来人！秦风叛出家族，给我全城搜查他的动向，一旦发现，格杀勿论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败了。你败于那秦风之手，定是此儿用了见不得光的手段。我已联系了老友，过几日便送你去天元宗修炼，希望你能重振旗鼓。老夫期待你的表现。至于那秦风，昙花一现，终将是你的垫脚石而已。是。天元宗，大岩域3大宗门之一，若让秦修远借天元宗之力成长，日后必成心腹大患。我也需要尽快找到落脚之处。爷爷，孙儿还有一事相求。秦风他可能也只是一时糊涂，若家族抓到了他，还望能将他交给我处置。秦风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必亲手把你挫骨扬灰。大岩域3大宗门：天元门、太玄宗、玉清宗。天元门离乌峰城最远，且与秦家有旧；玉清宗也路途遥远，太玄宗距此最近，是眼下最好的选择。把手放在太玄天钟上，天钟发出声响次数越高，便代表接受测试的人潜力越强。错，算个好苗子，可入内门。下一个，我记得核心弟子可以收1名仆夜上山。喂，你给我磕个头，我带你上山当我的仆夜。
如何？哼，狂什么？给你机会当狗你不要，等进了宗门，看我怎么整死你！又一个无响。七响是个好苗子。年轻人，你可愿入我门下修行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你开了！秦风，本座是万剑峰峰主沈剑锋，天阳境3重，7峰峰主之中，除宗主外，我实力最强。你可愿意拜入我门下修行？本座天雷峰主雷千成，天阳境2重，万剑峰徒弟多，也未必能照顾到你。来我天雷峰吧。武炼峰也愿为你敞开大门。仙灵峰今日收徒，秦风可入我门下。怎么会？他竟然引起了仙殿的共鸣。没想到本座刚出关就碰到如此绝世天才出世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有点意思。这老头身上没有半点气机外露，但恐怕沈剑锋这几个联手都不是他一合之敌。参见宗主，都不必多礼。资质惊人，处变不惊，不骄不躁，小家伙，你不错。宗主过奖。太玄宗共有7峰，包括老朽在内，7峰主事之人都在这里。老朽保证，你想入哪一峰，全凭心意挑选，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。多谢宗主。这小子聪明得很，他在等你们开价。沈剑锋，从你开始吧。是，只要你愿意入我门下，我传你地阶武技，送你一把玄阶飞剑，峰内资源都可优先向你倾斜。这就是一步登天吗？还没入门就被峰主们抢上了，真令人羡慕。我们要顶峰，没有他们那么强的实力，不过我们有资源。从今日起，你修炼所需的所有丹药，我全包了。除此之外，每年我都可以给你2万下品灵石的额外俸禄。我神级峰比药鼎峰加1万下品灵石。拜我为师，1年内我保你入灵丹境，3年之内我保你成太玄宗首座。多谢五位峰主抬爱，我已决定要拜入仙灵峰。很好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弟子。见面礼，里面是10把玄阶灵兵，用得上的你直接用，用不上的当零花钱。这么大方，玄阶领兵在大岩域价值不菲。身为名门世家的秦家，都只有秦修远一人有资格拥有。储物戒里有你的身份令牌，洞府在北边。接下来3天，你先熟悉下仙灵峰的环境，3天后来这里找我。好。好精妙的元气掌控，它是天阳境，但元气控制力恐怕不输天元境。先去住处看看。秦师兄，秦师兄，请留步。有事？我看师兄刚拜入山门，还没来得及领取咱们仙灵峰的修炼符，我就顺手给你送来了。师兄若是还想去别处，在下可为师兄带路。有什么事可以直说。我虽是核心弟子，但在宗门中毫无根基，所以我想投靠师兄，为师兄效力，为我自己谋个靠山。你倒是实诚。想追随我可以，不过前提是你能证明自己有这个资格。师兄放心，我定不会辜负秦师兄的期望。先带我去武阁，我要挑选几门武技。师兄请。师兄果然厉害，这太虚九剑，太玄宗立宗1000年，从没有人能够修成，连万剑峰峰主都栽了。没想到师兄竟然不到1天就修成了。太玄宗武阁里的武技都太弱了，也就这太虚九剑勉强入眼。我虽有前世记忆，记得无数强大的武技，但人在屋檐下，总要有一门太玄宗的武技来掩人耳目。好好修炼吧。我这洞府里的灵气比峰内其他地方浓郁，我一个人吸收不完，所以才让你留在这里休息，不是让你学怎么拍马屁的。师兄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灵脉境3重突破到4重，引起的声势，连你从1重突破2重都比不过。别说是我，恐怕灵脉境9重突破灵海，声势也远不如你。行了，恭维就不用了，你在这里继续修炼，我去师傅那边看看。这小胖子眼力倒是不错。我修炼这万道吞天诀，灵脉境2重的修为，元气总量至少堪比灵脉境9重。我师兄走了，趁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把院子里聚灵阵的数量翻1倍，给我师兄吃点好的。少主，少废话。
家族不让我们出来投资天才吗？我就选秦风师兄了。是。灵脉境2重了，今早刚突破。跟我来。此地名为仙灵池，仙灵峰之名因此而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在这里修炼。好浓郁的灵气，在这里修炼，速度至少比我洞府快10倍。盘膝静坐，将你的状态调整好。何人敢在天元门逞威？这是天降降位之兆，这么大的声势，难道是门主突破天剑了？恭贺门主！你们猜错了，刚才的异象可不是本座突破，而是我徒儿秦修远突破灵丹境。门主慧眼识珠，收此绝世天才，实乃天元门之幸。说得好，我徒儿突破，该当千家来拜，万宗来朝。传令，本座要召开天元盛宴，大岩域内所有宗门家族强制参加，谁不来，便是跟我天元门为敌。是。哼，秦风，1个月前你害我颜面尽失，而今你绝对想不到，短短1月，你我之间已是天差地别。恭喜师兄开辟灵海！你也不错，短短1个月，从灵脉境4重突破到8重，这速度已经不输多数峰主真传了。这都多亏师兄向峰主求情，每天允许我蹭1个时辰仙灵池的灵气修行，光靠我自己不行的。秦风，来我住所一趟。师傅，开辟灵海了，不错。师傅唤我前来，可有什么指示？你准备一下，过些时日随我去趟天元门，参加天元盛宴。天元盛宴，那是什么？天元盛宴乃是天元门规格最高的宴会，只有重大喜事，天元门才会举办盛宴。天元门、太玄宗、玉清宗并称大岩域3大宗门。当时我逃离乌峰城，天元门和玉清宗太远，故才选加入太玄宗。天元门门主差人传讯，并未说明理由，只说邀请大岩域所有宗门前往天元门赴宴。正好你突破灵海境，也该出门拓宽下眼界了。好，明天一早，主峰广场集合。老族长，好消息！是青青啊，何事让你高兴成这样？是修远大哥的消息，天元门要召开天元盛宴，册封修远大哥为圣子。天元门的最大非洲天元灵行已经来接我们了。我孙子修远果然争气，不愧为我秦家崛起的希望。秦家有修远大哥在，未来定将傲立于世间。请秦家贵宾上剑。请贵宾上剑。不知秦风那废物探出秦家后，如今落得什么下场了？哼，就凭他也配跟修远哥哥作对，真是不自量力。秦风，你来了。刚刚老朽和你师尊等人还在讨论你，恭喜你突破灵海境。多谢宗主。不必客气，你入宗1月突破灵海境，如此速度，连老夫都自愧不如啊！时辰也差不多了，洛峰主、韩峰主，这是操纵云州的阵盘，接下来便交给你们了。秦风，你的房间给你安排好了，到天元门之前，你可在房间内休息。好。师傅，我知道天元门很远，但动用云州是不是夸张了些？从咱们太玄宗前往天元门，中间路途足有100万里，哪怕是天门境全力御空，也要飞20多天。还好，当初选的是最近的太玄宗。咱们太玄宗的云州，放在大岩域里也是顶级的存在。乘坐此云州去天元门，只需要15天左右便可抵达。哦，认识一下，我是药鼎峰大师姐许云溪。听宗门来了位天中九响的天才，我早就想认识你下了，只是你一直在闭关。秦风，见过许师姐。启程。少主，
我们不去凑凑热闹？不必了，有那位跟着，秦师兄不会有危险。这段时间我要全力闭关，等师兄回来，给他个惊喜。哟，稀客啊，终于舍得出关透透气了。聚灵阵被我吸干了。啊！这就是天元门。从这山门规格来看，的确比太玄宗更有派头。天元门能有今日繁荣，还不是到处兼并修炼资源，顺收逆杀，强取豪夺得来的？我呸！一群败类！前方可是太玄宗的道友，玉清宗二掌教谢不轨，三掌教叶渡江在此。不知太玄宗是哪位峰主带队而来？玉清宗的掌教地位等同于咱们的峰主，三大宗门之中，天元门势大，咱们跟玉清宗算是抱团取暖。原来如此。好年轻的灵丹境。她是苏灵霜，玉清宗大师姐，去年灵海巅峰强杀灵丹境，听说她已经灵丹巅峰了，今年有望会冲了天门境。哦，你认得她？我哪有资格认识人家？她比我年轻5岁，已经是灵丹巅峰，我才灵丹3重，差太远了。天元灵剑，这是天元门最强、最出名的云州。奇怪，天元门不是此地东道主吗？为何他们的云州天元灵剑会降临在这里？这几个人气息都不强，最强的那老头也不过初入灵丹境。天元门动用天元灵剑，就为了接他们。那个人是秦风。秦风，你这秦家叛徒，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？什么？你这个秦家叛徒，见了族长不赶紧跪下，还敢逞凶？你找死吗？找死的人是你。你30多岁还停留在灵脉境的庸才，凭你也配对我秦师弟呼来喝去？怪不得你敢跟本座叫板，原来是抱上了太玄宗的大腿。不过别以为你有了靠山就能肆无忌惮了。秦风，本座只问你一次，你跪还是不跪？本事没多少，放狠话的劲儿倒是不小，让我跪就凭你？庶子找死！昔日你灵海9重想杀我灵脉1重都奈何不得我，现在，呵呵，你真以为本座不敢镇杀你？你大可一试，当初一拳之仇，我可没忘。天元门内不得动武，还望秦家主能给在下几分薄面，莫要让在下难做。哼，秦风，今日算你命大，我们走，先让这叛徒得意一会儿。明晚我孙子修缘自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呸！秦师弟，这群人真是你的家人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尤其那老登，一大把年纪才灵丹境1重，搞得跟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一样。我呸！无需理会，我与秦家已无瓜葛，搭理他们不过徒增烦恼。你这心境高啊！这就是天元门的实力吗？太恐怖了！光是这一座广场就比我们宗门还大。天元门不愧是大岩域最强大的宗门，天元盛宴名不虚传。跟我去第1排。时辰差不多了。我突破了！这光羽竟然是灵气所化，这祥瑞中的一缕气机，便让我从灵海境2重突破到了灵海境3重。我也是，天元门的手笔简直太惊人了。天元境后期7重还是8重？恭迎门主！免礼，欢迎列位。前辈，天元门突然邀请所有人来赴宴，究竟所谓何事？太玄宗也很好奇。本座召开天门盛宴，是为昭告天下，今日天元圣子出世。天元圣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孤陋寡闻，天元圣子便是下一任天元门的门主。究竟是何等天骄，才有如此资格？各位不必猜了，天元圣子便是本座新收的关门弟子。徒儿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好惊人的气运，竟然能幻化青莲！这就是天元圣子吗？果然风采惊人。秦修远，秦风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紫霄神童，天元门镇宗之宝，师父当心！古师曾留下祖训，天中九响之人即为太玄剑主。秦风，希望你不要辱没太玄宗的镇宗至宝。我说秦家那些人怎值得天元门兴师动众？原来是你一人得道，他们跟着鸡犬升天。虽然不知道你这贱人走了哪门子运，竟然成了太玄剑主，但就凭你秦风，也配跟我斗？秦风，你过了。即便你对家族有意见，可别忘了你出身秦家，这一点永远无法改变。当日你叛出家族的时候，哪怕家族对你失望透顶，依旧给了你一条生路。若非如此，你哪来的机会拜入太玄宗？秦风，今日你敢当着这么多家族宗门面前折辱秦家，你的良心都喂狗了吗？往日之事，我不屑与你争辩。你说这么多，无非是想激怒我一战。既如此，我成全你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凭你也配挑战我？先突破灵丹境再说吧。战你，还需要灵丹境？你说什么？7年我灵脉境1重，便可越级你灵脉境9重，能胜你。如今我灵海境逆伐你灵丹境，又有何难？我以灵海战灵丹，就此地一战分生死。你秦修远敢接吗？堂堂天元圣子，不会这都不敢吧？秦风此举看似鲁莽，实则聪明至极。无论秦修远接不接战，都已经被架在火上。赢了是修为压制仗势欺人，若输了，天元门的脸会被踩碎在尘埃里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放肆！这人死定了！敢在天元门跟天元圣子叫板，真是活够了。天元门也太欺负人，天阳境巅峰对灵海境出手，未免太过以大欺小。为了保存天元圣子的面子，天元门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什么？天元门如此欺我徒弟，当我这师尊是摆设吗？你徒弟出言不逊，挑衅天元圣子，罪该万死。秦风，你的确让我刮目相看，变得牙尖嘴利。不过我天元门远胜你太玄宗，跟我作对，你注定死路一条。本座不管你是谁，为秦风出头，你最好考虑清楚，这后果你承受不起。是吗？那我拭目以待。哼，不自量力，这般时刻还敢出头，莫非这小子还是你养的面首相好不成？天元门有些过了，太玄宗是不如天元门势大，但今日如果天元门执意要杀洛风主和秦风，太玄宗死战到底！死战！此事，风，他是那个家族的人。一剑断长生，阁下跟千星城洛家是什么关系？以大欺小，天门境巅峰欺我徒弟灵海境，罪其一；如我师徒青玉，罪其二。这一剑斩你100年修为。再废话一句，死！天元门有任何不满，我洛清丽全接了。都退下！门主，退下！老夫眼拙，没能认出阁下，此事到此为止。天元门6长老口无遮拦，阁下斩他100年修为，天元门心服口服。秦风与秦修远同辈相争，生死各凭本事，任何老辈强者敢插手，死！洛家千金，今日毕竟是我天元门大喜之日，还望你给老夫留几分薄面。6长老之事，老夫向你赔罪。看我做甚？我这一脉向来护短，并非对你特殊。多谢。方才一些小小的插曲，老夫治下无方，让各位见笑了。天元盛宴继续举行。今日召集各位前来，除了圣子加冕，还有一事要告知各位。半年后便是百宗为寿之日，届时百宗秘境将会开启，天元门会主持为寿，以定夺大岩域各大宗门排名。秦风，你方才辱我天元门颜面，百宗为寿，我秦修远将为天元门和秦家彻底肃清你我恩怨。你敢来，本圣子必亲手斩你。就凭你，秦风，你现在连灵丹都不是。半年时间，你又能追赶多少？少说大话！百宗为寿，我必斩你！天元盛宴上，多谢各位。不必客气，你是我们太玄宗的人，天元门想对付你，
宗门必会站在你身后。是啊是啊，那天元门太过分了，摆明了就是仗势欺人。我呸！对于这种人，本姑娘绝不姑息。灵丹3重，你连与天元门天才争锋的资格都没有，跟谁绝不姑息？你万剑锋首座，风无痕。见过师兄。秦风，你听着，天元门天元盛宴的事，他们绝不会甘休。除了秦修远之外，天元门强者如云，3小王5小将皆为灵丹巅峰。你若不快些变强，百宗为寿上，我一个人怕是护不住。师兄不必担心。秦风，我是玉清宗首座苏灵霜，你能得太玄剑认可，抗衡秦修远的紫霄神瞳，说明你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。好，百宗为寿上，我期待与你交手。我接受你的挑战。一言为定。这秦风竟被苏师姐认可为对手了？不会吧，连3小王5小将都没入师姐法眼，秦风一个灵海境凭什么？我赌500灵石，师姐必胜。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洛峰主、秦风，你们没事吧？无妨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动我弟子。当初让秦风拜入你门下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今日局面换做其他人，可能……洛峰主，现在秦风已是天元门眼中刺、肉中兵，百宗为寿上，他们定会全力针对秦风。老朽打算开启太玄秘境，助秦风提升修为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太玄秘境？不必，我自有打算。秦风，跟我走。我拒绝宗主的提议，你可怨我？师父这么做定有打算。靠资源堆砌，的确能短时间内让一个人的修为提升上去。不过，这种填鸭式的喂养，只能养出庸才，养不出真正的天骄。这倒是跟我想法不谋而合。怕死吗？我若是个怕死的人，便不会在天元盛宴上挑战秦修远。不错，果然不愧是我选中的人。此地名为汾阳山谷，接下来只要你能跟得上我的特训，2个月之内，我便有把握让你进入灵丹境，速度绝不会比太玄秘境慢。不过丑话我先说在前面，我的特训会很苦，甚至会让你生不如死，你敢接受吗？有何不敢？很好，明天一早我带你出发。雪师姐，秦风，听我娘说，洛峰主打算带你去特训。你娘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我是药鼎峰峰主的女儿。回来的路上，你师父和我娘聊过特训的事儿，我也想一起参加。你洞府里还有人？应该是我在仙灵峰的一个师弟。我前段时间在仙灵池修炼，洞府空着也是空着，便让他在这里修行。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师兄，你看我突破灵海境了，多谢师兄一直让我在洞府中修行，我才能进步如此神速。的确是灵海境。你们仙灵峰的人都这么妖孽吗？这小胖子看着比你还小，竟然也突破灵海境了。对了，我刚才听到你们说什么特训。听我娘说，洛峰主打算带你去特训，我也想一起参加。我刚才听到你们说什么特训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既是你认可的人，一并跟着吧。我不擅长教人，却也不会敝帚自珍。特训期间，我会按照秦风的3成标准要求你们，只要你们能跟上进度，修行上有何问题都可问我。多谢峰主。秦师兄，这是要突破灵丹境了！咦，不对劲，这家伙
竟然连我都防着，他修炼的功法根本不是普通的天阶功法。我了个豆，这玩意儿是元丹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你修炼的功法……弟子在来到太玄宗前被秦家追杀时，曾无意中跌落山崖，在一座无名山洞之中捡到了一本无名功法，品级应该是刚达到天阶。许师姐，你的灵丹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！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秦师兄，好像有危险！住手！他若扛不住雷劫，我会出手。但在他能扛住的前提下，扛过的雷劫数量越多，他的灵丹就会越强大。这都第8道了吧，峰主，你还不出手吗？他比你们想象中还要强。全力吸收，壮大灵丹。好。还不够，别停下来，继续吸收，吸到极限为止。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吸收多少灵气。从我开始转化灵气到现在，秦风竟然吸收了我接近1成的元气，这些元气足够活活撑破一个灵丹9重了。多谢师尊成全。我是你师尊，助你修行本分而已，无需客气。你现在灵丹境几重了？我能看出来，9道天雷雷劫助他多次突破，但哪怕以我的眼界，也看不透他现在的真正实力。灵丹境6重，才6重？没错，初入6重。我修行的是天阶顶级功法，他现在的实力怕是堪比我灵丹境巅峰，换做普通武者，只怕天门境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照这样下去，等他天门境，或许会有比敌天阳境的战力。恭喜师兄突破灵丹境！秦师弟，恭喜你成功结丹。同喜，许师姐和小胖，你们2个这2月提升也不小。当初特训开始的时候，秦风才初入灵海境，现在他都灵丹境6重了，我才灵丹境5重。不必灰心，人与人不同，天赋并不能决定一切。只要你们坚守本心，去寻找自己的路，将来也必能有所成就。多谢峰主。我得到消息，汾阳山谷内部有一株赤心琉璃果即将成熟，3天后就会有各大势力的武者接踵而来，其中不乏灵丹境巅峰乃至天门境强者。师尊的意思是，这场特训给你们最后的考验，就是取得赤心琉璃果。我在宗门等你们。师兄，赤心琉璃果是什么东西？赤心琉璃果是一种在极阳之地诞生的天才地宝，对肉身有极大裨益。我刚凝聚灵丹不久，若能拿到此物强化肉身，算是颇有裨益。现在城中落脚，再做打算。店家，你这里所有的屁火符我全包了，1品2北都要。我说小胖子，你买这么多屁火符干什么？从进城到现在，全城的避火符都让你买光了吧？这你别管，山人自有妙计。太玄宗的灵海境武者，连汾阳山谷的杨艳都不敢面对，还要靠辟火符。怪不得太玄宗一直这么弱。我囤我的辟火符，关你什么事？天元门是住在大海边吗？管得这么宽？放肆！灵海境1重的蝼蚁也配在我面前说话？什么人？灵海境1重的蝼蚁，也配欺负我师弟？灵丹境9重，而且不是普通的灵丹境9重，半只脚已经纳进天门境了。他是在强行压制境界。灵丹境6重，在太玄宗或许你很独特，不过这点实力放在天元门还不够看。是吗？够不够看？一战便知。你的命，圣礼师弟要亲自收取。秦修远说要亲自杀我，你便吓得连出手都不敢。天元门倒是个会养狗的地方，真是牙尖嘴利。我来此地只为赤心琉璃果，至于你，还不配脏了我周某人的手。天元门所属，我们走。竟然是他！你认识？不认识。他自称姓周，灵丹境巅峰。应该是天元门3小王中的小周王，没错了。3小王？没错，他们是天元门年轻一代的顶级强者。10年前的那次百宗围猎，我药鼎峰的大师兄便是丧命在他们之手。哦，
竟然是三小王中的小周王。秦师兄，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我跟秦修远早已经是不死不休，既早已有仇，谈何惹麻烦一说？云溪，你我收敛气机，伪装成林海境，不到必要关头，不要轻易引人瞩目。好。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人为了赤心琉璃果而来，很正常。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出世，周边这些城市的家族宗门自然是要来碰碰运气。可这些人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进山谷寻宝呢？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道友何出此言？焚炎山谷乃是天然诞生的极阳之地，白天的时候，阳炎吸收太阳之力，威力大增。天阳境之下的武者，但凡进入，顷刻间便会被烧成灰烬。原来如此，所以只有等到太阳落山，阳焰的力量削弱，天门境以下的武者才有可能进入焚炎山谷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进山吧。一群蝼蚁也敢挡道，滚开！我乃金乌玉萧家萧天辰，挡路者杀！秦风，那头妖兽好像很强的样子。赤焰魔虎，4品巅峰妖兽，相当于灵丹境巅峰。这么强？那萧家应该是专修御兽一道的家族，寻常家族就算是抓住了这等妖兽，也难以将其驯化。那我们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？机缘之争，各安生死。走吧，出发。好。果然是阳焰之地。不！诸位道友，我儿修为孱弱，无法抵挡阳焰风暴。谁手中还有多余的避火符，我高价收购。现在哪儿还有避火符啊？3天前，不知道哪个缺德带冒烟的，把城中的避火符全买光了。这位大哥，你要避火符是吧？小兄弟，你手里有货？当然，1品的500下品灵石，2品的2000下品灵石，概不还价。怎么这么贵？你看看现在哪还有避火符啊？你嫌贵，我还嫌贵呢。你要不要吧？这小子倒是个人才，怪不得他提前3天开始收避火符，原来是为了高价倒卖。100灵石的2品避火符，反手卖2000，比我炼丹都赚钱。师兄，刚才我去卖避火符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好地方，你们快跟我来。师兄，那是不是赤心琉璃果？那只是一株烈阳枝，可以用来炼制2品烈阳丹，也算宝药。不过跟赤心榴莲果相比，却要差远了。云溪，沿路收获的东西先存在你储物戒里，等出去之后再进行分配。你若有需要的灵草，也可以折算成灵石，分给我和赵玄杰。没问题。先在这里休息片刻。好，师兄师姐，咱们是不是离那赤心琉璃果不远了？不好说。赤心琉璃果若真这么容易找到，也等不到我们来这焚炎山谷了。完了！多谢师兄。不必客气。刚才那热浪，就算不是赤心琉璃果，也绝对不简单。过去看看。好。那是赤心琉璃果。刚才的热浪果然有问题，赤心琉璃果真的出事了。那热浪便是琉璃果出事的异象。你们继续发愣吧。赤心琉璃果本作药。兄，我们也去吧。先不急。
幸亏我跑得慢。刚才那两人只是毫无防备，才死于岩浆。只要小心点，以我等速度，足够躲开岩浆。富贵险中求，拼了！看来刚才那2个家伙纯属倒霉。哼，命中无才莫强求。走，冲上礁石，摘取赤心琉璃果。那龙岩湖里的巨浪似乎根本没有规律可言。看来赤心琉璃果注定与我等无关。天快亮了，再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。还是明日天黑再想办法摘取果实吧。秦风，要不我们也撤？我想试试。秦风，那熔岩湖太危险了，一旦被熔岩巨浪吞噬，灵丹境眨眼便会被烧成灰烬。你确定要冒险？放心，我已经看出端倪。你们在这里稍等片刻，我去就来。哼，又有人找死。看契机也才灵丹6重而已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他该不会以为自己能比前面5个人运气好吧？找死罢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再不走，一旦天亮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师兄小心！这也行，成功了！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生物妖兽，赤血焰蟒，快要化蛟了。这是灵丹境巅峰妖兽。秦风，快退！这是灵丹境巅峰妖兽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来不及了，他已经现身，又怎会给我全身而退的机会？地剑降天！给我砸！赢了！秦风他竟然战胜了灵丹境巅峰的妖兽。可惜啊，熔岩湖温度太高，远非我现在肉身能承受的。那赤血焰蟒的尸体只能留在熔岩湖中了。真是精彩！没想到你竟能在赤血炎蟒守护之下摘得赤心琉璃果。过奖，本少可不是来跟你客气的。交出赤心琉璃果，我放你们几人活着离开。你想杀人越货？不必说的那么难听，只要你老实交出赤心琉璃果，我对你们的贱命没有兴趣，否则你们3人一个不活。既然给你机会你不珍惜，那就只能送你们上路了。杀！云溪，你看着点小胖子，保护好自己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敢杀我麾下，你找死！就这些武者的性命并不算什么，一群仆役而已。这种仆役，萧家要多少有多少，但这蝼蚁竟敢拿剑指着我，给我杀了他！秦风，师姐不要管我，去帮秦风师兄。想去帮忙，问过本少了。灵丹境8重，你倒是有几分姿色。罢了，等魔虎杀死那小子，我可以先留你条剑，等本少把你玩够了，再去充作魔虎的血尸。我呸！张口蝼蚁，闭口贱命，你以为自己算什么东西？
一个靠丹药和天才地宝强行喂出来的修为罢了，要不是靠妖兽，秦风杀你连一剑都不用。牙尖嘴利，等我废了你的灵丹，挑了你的手筋脚筋，将你玩得生不如死时，我倒要看你这张嘴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硬气。至于秦风，到时候他早就被魔虎消化的连渣都不剩了。什么？刚才他就是用那个东西砸死了赤血炎蟒，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法宝？我怎么感觉这东西像是灵丹呢？住手！赤血炎蟒的尸体拿不到了，拿头魔虎的尸体倒也不亏。你敢杀我座下妖兽，秦风，你死定了！金乌玉萧家不会放过你！没了赤焰魔虎的保护，你不跑，反而在这里威胁我。蠢货，真是无药可救。你现在想跑，晚了。我可是金乌玉萧家的二少爷，身上有萧家的魂灯，你敢杀我，我父亲和大哥绝不会放过你。是吗？那我等他们来报仇。秦师兄，你真的杀了他？斩草不除根，留祸害自身。还有谁想觊觎赤心琉璃果？小胖子、云溪，你俩把这些人身上的储物袋、储物戒全收了。好。时间不多了，阳焰之力越来越强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。何事打扰本座闭关？家主，出大事了！身为萧家的人，当山崩于前而不改色，出点事情便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何事？说吧。若只因为区区一点小事来打扰本座闭关，你知道下场。二少爷的魂灯灭了！什么？给我查！不管此事是何人所为，我要将他满门脱骨扬灰！得救了，差一点就跑不出来了。清风，真是多亏你拉了我一把。小事。这不是太玄宗的天才们吗？怎么落得如此狼狈，差点便被杨艳烧成飞灰了。我呸！天元门的人还真是讨厌。我们好歹3个人进去，3个人出来，哪像你们天元门进去了30多人，结果就一半人活着出来。这就是3大宗门之首。佩服佩服。无需跟他们废话，我们走，先回焚炎城补给，等夜里再来探寻山谷，寻找赤心琉璃果。哼，有本事别跑！太玄宗的人就是软蛋，你们就逞口舌之力的吗？等我们帮圣子师兄寻到赤心琉璃果，定不会轻饶你们。不对，那秦风并非省油的刀，他这么干脆利落的离去，此事必定有蹊跷。他们可能已经有所收获，跟上。秦师兄，牛逼啊！那些天元门的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，赤心琉璃果已经被我们得手了。就那群眼高于顶的家伙，活该被耍得团团转。其他人或许被骗过了，但小周王未必。他能强压境界数年，一直驻留在灵丹界巅峰，心机城府都不可小觑。你谨慎过头了吧？周围数百里都没有城池，但也没有妖兽聚集地，可以先在附近驻扎休息。好，师兄师姐，一会儿你们先休息，我负责守夜，发现危险第一时间告诉你们。你们根本没去焚炎城，看来赤心琉璃果果然已经被你们得到了。后退，交出赤心琉璃果，饶你们不死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等只是不想再进入焚炎山谷，所以退出了争夺。至于赤心琉璃果，你想要自己去焚炎山谷寻找便是。秦风，你是拿我当傻子吗？我已经调查过了，有人亲眼看到你杀死赤血炎蟒，夺得赤心琉璃果，能搏杀4品巅峰妖兽，你算有2下子。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识相的话，将赤心琉璃果交出来，免受皮肉之苦。你不是说了
我是秦修远点名要杀的。你这么喜欢给他当狗，难道还敢越俎代庖，抢在他之前杀我？哼，真是牙尖嘴利。秦风，我是不能杀你，不过只要留你一口气，将你抓回天元门，到时圣子师弟也不会多说什么。你可想好了，我不杀你，但你身边这2人可就没这个待遇了。他的境界明显低于我，但元气却丝毫不弱于我。不行，今日无论如何留他不得。吃饱血丹，速战速决。秦师兄，太玄宗第一天才，就凭你，也配挑衅我修远之地？你强硬压制修为，不开天门，以天才自居，不过自欺欺人罢了。死到临头还敢装？装与不装非口舌之力，这一剑送你上路。小纣王陨落了，周师兄死了，怎么可能？那秦风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快逃！连小纣王都陨落了，我们不可能是秦风的对手。速速将消息汇报宗门。来都来了，还走什么？太好了，我成功了！此事必须立刻告诉门主，绝不可。最后一个，37个灵丹境，即便万道吞天诀的元气，远比寻常功法更加浑厚。这一战，我也快力竭了。秦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把周围这些人的储物戒都收集过来了。这些东西不拿。为什么？之前萧家的势力不在大岩域。大宗门的储物戒，包括灵兵乃至灵石上，一般都会铭刻特殊的阵法，天门境以上的强者都能对此有所感应。没错，小纣王的死，暂时还不能让天元门怀疑到我们身上。好吧，那就听你的。只是可惜了这么多灵石，周天阳身为天元门3小王，身家还是很丰厚的。想赚灵石，将来有的是机会。此地不能久留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。小纣王定有魂灯留在天元门，他的死很快就会被发现。小纣王死了？是的。哼，废物！让他去给修远取个赤心琉璃果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去调查一下，此事无论出自谁手，灭门。是。师尊，周师兄，都是弟子的错。早知如此，便不该让周师兄为我去取灵果。修远，你不必自责。可若不是弟子，师兄他……若早知道，弟子该亲自前往焚炎山谷，哪怕身死，也不至于害师兄他。胡闹！他的性命怎配和你相提并论？灵丹境巅峰而已。所谓3小王，只是本座用得着他，他才能成为3小王。只要为师愿意，随时都可培养出无数个小周王。他们不过是你成长路上的陪衬罢了。在为师心中，其他人的命，便是加起来也比不上你一根毫毛。师尊，时辰不早了，赤心琉璃果之事就此作罢。为师会另找其他天才地宝为你提升肉身，继续冲击灵丹境9重的瓶颈。你先回去歇息吧。多谢师尊，弟子有名师恩。这2枚赤心琉璃果，你2人1人1枚，先各自回去炼化。你赤心琉璃果珍贵至极，你确定要白送给我？不算白送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需要闭关疗伤，萧天辰身上的东西，等我出关后再分配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以后有用得到我、用得到药炳峰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师兄，俺就不跟你客气了。以后师兄旗帜所指，便是俺小胖见风所向。滚蛋！得嘞，
焚岩山谷内发现的药材，药鼎峰这边收购了，按照市场价，总共5万下品灵石，都在这里了。秦师兄，这是萧家其他武者的储物袋，里面的东西我都没动过，全都在这里了。云溪，灵石你和小胖子分了，剩下的战利品全都归我，没意见吧？不行不行，此行我得了一枚赤心琉璃果，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，怎么好意思再拿你的灵石？给你的，你就拿着。正好我还有事需要你帮忙，没理由让你白跑一趟。什么事？除了萧天辰之外，其他人储物袋里的东西，药鼎峰应该有门路处理吧？有，山下访视便是我药鼎峰扶持，处理这些东西没什么问题。那就帮我把这些储物袋里的东西处理掉，换成现成的灵石。小胖，赤焰魔虎的妖丹我有用，其他材料对我帮助不大，你找个地方将赤焰魔虎的尸体处理了。师兄放心，此事我一定做好，如若有闪失，提头来见。行了，去做事吧。分到手的赤心琉璃果早日炼化，以免夜长梦多出现什么变故。好，是。萧天辰身为金乌玉萧家的二少爷，却不用储物戒指，专门将这储物袋带在身边，里面必定有好东西。傀儡，禁制。看来这傀儡品阶应该不低，而且萧天辰生前应该已经炼化了它，哪怕人死了，不破除禁制，这具傀儡依旧无法使用。先试试实力。半步天门境，若不计元气消耗催动，短时间内这具傀儡能爆发出的战力绝不弱于小周王。不错，倒是可以留作一张底牌。半步天门境的实力，哪怕摆宗为寿上，也绝对能大放风采。赤焰魔虎的尸体已经卖出去了，你绝对猜不到，有一位出手相当大方的散修前辈，花了足足30万下品灵石，直接买下了尸体。哦，这么多。师兄，昨天的2万下品灵石就已经够小弟很久的修炼所需。我作为师兄的追随者，跑腿做事本就分内应当。你若再给我灵石，我可不敢收了。也罢，出售虎尸的事情你表现很不错。这几日先回去炼化赤心琉璃果吧。炼化赤心琉璃果时，以玄冰蟒一类妖兽的精血为辅，可减轻大半的痛苦。多谢师兄指点。我的肉身成长了很多，还有4枚赤心琉璃果，全部吸收的话，我不用动用元气，只靠肉身之力，便能堪比灵丹境巅峰。好恐怖的气息，哪怕隔着上百里，我都快无法站直身子了。你们快看，那些东西好像是妖兽，都是兽潮。不对，那些妖兽身上好像有人。本座金乌玉萧家长老，奉家主之命，来彻查二少爷之死。凡进入焚岩山谷之人，将你们所知一切尽数交代。若不配合，即刻屠城。我进入过山谷，只要不杀我，我什么都愿意说。我也是，求前辈高抬贵手，我也愿配合。带走，顺路去将周围那些宗门的人也抓来审问，不配合者当场灭门。在没有元气加持的情况下，我现在一拳的力量接近500万斤，如此力量，已经是寻常半步天门境的极限了。现在的我不用元气，应该也能活活打爆嗑完药的小周王。大师姐不是上个月已经结丹吗？秦风师兄更是早就突破灵丹，为何风中又有结丹异象出现？算上这个结丹的，咱们仙灵峰将有3位灵丹境强者了。成了！
想不到我赵玄机也有成为灵丹境高手的一天。赵玄机，是他。当初赵玄机不过跟我们一样，都是核心弟子，现在竟然都成灵丹了。唉，早知如此，当初我也该殷勤些，主动靠上秦师兄这棵大树。现在后悔晚了。你们都说我是秦师兄身边的一条狗，现在你们看清了吧？当狗有什么不好？好强的气息，是秦师兄洞府的方向。这么大的动静，难道秦师兄突破天门境了？可他不是上个月才灵丹境8重吗？秦师兄啊，秦师兄，你可真是我亲师兄！我好不容易结丹突破，引发点异象，你怎么能如此残忍？从灵丹境8重突破到9重，足足吸干了30万下品灵石，洞府里的聚灵阵都被吸爆了好几座。青铜仙殿里的功法强是真强，可花钱也是真快。虽进展有些慢，不过我如今体内灵气的浑厚程度已经不输寻常天门境1、2重，算算日子，也快到百宗为寿的时间了。秦风，你若出关，便来仙灵峰主殿。好。师兄，不错，突破灵丹了。刚才我突破前，好像察觉到结丹异象，应该就是你在突破吧？多亏了师兄给的灵石，我这几个月疯狂炼化丹药，终于在百宗围猎开启前，成为真正的灵丹强者了。参见峰主。师父。免礼。百宗为寿，各安生死。有不愿冒险的，现在可以退出。死战！每逢10年，百宗为寿召开，各宗天骄弟子捉对厮杀，至少有70%天骄会埋骨于秘境之中。今日若有人不想参加百宗为寿，现在便可退出，本座绝不追究。灵丹境9重，这小子他什么时候？愿为宗门死战不退！愿为宗门死战不退！好，从此刻起，无论成败，你们都是太玄宗的骄傲。百宗为寿，由本座亲自带队。洛峰主、沈峰主、韩峰主3人同往，其余2位峰主镇守宗门。此地果然不凡。从这灵气的充足度来看，举行百宗为寿的秘境，至少比太玄宗里的秘境高级2、3个档次。看来玉清宗的人已经先到了。陆道兄，上次见面还是10年前的那次百宗为寿，一晃10年，陆兄也突破天元境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哈哈哈，玉兄客气。今年听说太玄宗比起10年前多了不少好苗子。彼此，玉清宗今年不也同样是天才如云？等进了秘境，还望玉清宗别忘了我们的盟约，彼此间多多关照。一定。不愧是天元门，连登场方式都跟我们不同。上千名灵丹境，这一次百宗为寿难搞哦。看，为首那位就是天元圣子秦修远，他身边2人是小鹰王和小蛟王，那2位都是半步天门境强者。奇怪，怎么不见小周王？引发！半年前天元盛宴上，你搅乱盛宴，令天元门蒙羞，还侮辱秦家。今日本圣子便带天元门和秦家亲手向你讨回公道。1年前你不是我对手，如今也一样。你手下败将也敢叫嚣？聒噪！多谢师父。
时辰快到了，两位道友不如赶紧合力开启秘境。今日毕竟是年轻人的盛会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好抢了风头。苏岭霜，他果然也半步天门境了，是擅长灵石之道的高手。有两下子，不愧是敢挑战我凌霜姐的人，本小姐认可你了。天元门三小王5响将，除了小周王之外，其他7人全到了，再加上那秦修远，百宗为寿一旦开启，他们绝对会第一时间针对你。他们想针对，尽管来，我自一剑破之。还未恭喜风师兄成功突破灵丹境9重，你就别拿我说笑了。在你之前，我自诩太玄宗第一天才，花了整整3年才走到灵丹境7重。可现在谁不知道，你不到1年便从灵脉境1重成就灵丹境9重。跟你比起来，我这点进步有什么值得恭喜的？每个人的道不同，与其羡慕别人的道，不如走好自己脚下的路。你的剑我看过，摒除他念，专心砥砺，莫拘泥于剑招，多多参悟剑意，将来必有锋芒大成之日。你不必言谢，同门一场，又同为剑修，顺手的事。时辰快到了，接下来本座宣布百宗为寿的规则。百宗为寿，除了狩猎妖兽之外，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狩猎。秘境开启后，维持1月时间，结束之日，各宗按照宗门存活人数、猎杀妖兽数及猎杀人数计分排名。本座宣布，本届百宗为寿正式开始。这是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上古的气息。百宗为寿的秘境，居然跟上古有关。天元门所属，入阵。是。玉清宗所属，入阵。这些老弟子都是上一次，甚至上上一次参加过百宗为寿的。他们或许天资不算太高，但最大的优势就是熟悉秘境中的情况。原来如此，咱们和玉清宗都还算坦诚的，最起码带了老弟子都摆在明面上，不像天元门那群虚伪的家伙。虚伪？三小王里，小鹰王和小蛟王都参加过上次为寿，8小将里也有好几个都快100多岁了，只是靠秘法假扮年轻罢了。哦，我呸！等本姑娘遇到他们，一定要狠狠。太玄宗所属，入阵。这气息，没错了。没想到看似不起眼的大岩域，竟有上古末年遗留下的秘境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腐蚀。这血雾只腐蚀血肉，必须维持灵气护体，否则，即便是我的肉身，在这血雾中也坚持不了太久。看来这作为为寿战场的秘境，出乎意料的凶险。浓雾之中无法辨别方向，罢了，先随便找个方向走，等出了迷雾范围，或者遇到其他人，再做打算。这秘境处处透着诡异。刚才那头蟾蜍身上没有任何气机，若非他主动袭击，连我都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。天有脸，这东
东西能大幅提升修炼速度，只要我炼化它，便能突破到灵丹8重。这灵潭竟是一头妖兽，有点意思。死了，本体羸弱，只是靠偷袭为主。若早有听防，只要灵丹境5重以上的武者，都能轻易击杀这怪物。不过，这东西千变万化，防不胜防。看来秘境中会有不少人因此丧命。天幽莲对我也很有点用处。这秘境倒也算是危险跟机遇并存。什么？这点本事也敢学别人杀人越货？不好！我认输，求师兄饶命！在下玉清宗真禅弟子段明，只希望听从阁下能手下留情，饶我一命。玉清宗定有厚报。玉清宗的人，这是之前宗主说过，两宗算是盟友。既然你主动投降，交出你的储物袋，我饶你不死便是。多谢师兄不杀之恩。当心！想不到你还挺警觉的。刚才那一击本是为你准备，没想到却让旁人当了替死鬼。秦修远，百宗为寿才刚刚开始，没想到你我便这么早相遇。秦风，看来命运并不站在你那边。想杀我，你尽管来试试。不过只要你敢动手，死的人必定是你。秦风，少在那里装神弄鬼！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丹境9重，你竟然也达到灵丹境9重了！也罢，我天门在即，心情不错，今日便先饶你一命。秦风，你等着，我秦修远突破天门之日，便是你的死期！我现在还没有绝对的把握，在秦修远突破天门之前斩杀对方，而且天元门的人数量不少，动手未必能赢。现在局面很明显，我与秦修远谁先开天门，对方必死。太玄宗的小老鼠，再跑快点，被我们追上，你可要没命喽！两个老登净会嘴炮，有本事你们先追上老子再说！都吹什么三小王五小将牛逼？堂堂五小将当中的俩人联手，连我灵丹境1重都抓不到，还是早点回家洗洗睡吧！找死！抓到我再说！你们运气还真好，遇到的是我赵玄机这种刚破灵丹的。要是遇到我秦师兄，一剑就能砍死你们。你不对，你俩都老成这样了，根本不配我秦师兄出手。孟无痕来了，都够砍死你们！哇！七杀我也！蝼蚁，等我们抓到你，定将你扒皮拆骨，碎尸万段！张口蝼蚁，闭口蝼蚁，连蝼蚁都能戏耍你，岂不是说你连蝼蚁都不如？坏了！这下完犊子了！好啊，你怎么不继续跑了？哼，蝼蚁，刚才你挺能叫唤。还记得刚才老子说过什么吗？放心，我会用元气护住你的心脉，让你清醒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我一寸寸撕裂碾碎。怎么办？难道只能动用那张底牌了？2个灵丹境9重，欺负一个灵丹境1重。天元门果然威风啊！是。啊！秦师兄，秦师兄，你是秦风？秦风，就凭你，也配跟我圣子师弟争锋？3小王中的小周啊，都是我剑下亡魂，
区区一将，看见我不跑，谁给你的勇气与我为敌？你说什么？小周王是你杀的？好，我不可能是他的对手，必须去找圣子。我让你跑了！你秦风，你少得意！我打不过你不错，但大不了我拉你一起陪葬。在我面前，你连自爆的资格都没有。秦师兄牛逼！天元门这俩老东西接近50岁还是灵丹境，凭他们也敢嘲讽师兄，真是活该！他们二人为何追杀你？我发现了一处宝地，正巧天元门这2个人也发现了，他们想要独占机缘，便想杀了我灭口。哦，还得是秦师兄厉害，如果不是正巧遇上师兄，今天我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。能从2名灵丹境9重追杀下活命，你也不简单。师兄，我无需解释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既留你在身边，你不想说的，我便不问。对了，秦师兄，我先前发现那处宝地，师兄有兴趣没？这秘境内危机重重，我一人探索，怕是有去无回。可以。这就是你说的宝地？师兄稍等片刻。师兄，你看，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才遇到了这片宝地。这传送阵每7个时辰开启一次，每次只会维持半个时辰，便会重新隐藏起来。有点意思，进去看看。我操，转翻了！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我随意呼吸间吸入的灵气已经接近30-40颗下品灵石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光在这里修炼也算一场天大机缘了。真正的机缘应该在那大殿之中。等下，等下。怎么了？果然有问题。秦师兄，还好你发现的及时，要不然我这条小命怕是要丢在这里了。我操！刚才我若迈出这一步，恐怕会直接掉进岩浆，被活活烧死。师兄小心！别慌，这些骷髅很弱，只有半步灵丹境的水平。往上走。好。太好了，杀出来了。恐怕还没有。天门境，地界破天。赢了！果然没那么简单。这样下去不行。秘法噬灵诀。这里有阵法，阵法不破，古龙不死。那我能做什么？转身，正后方10步，
那里是针眼。给我爆！成了！上古洞府，无名白骨大圣，如今寿元已尽，埋骨于此。不忍一身绝学失传，特设虚妄境、奈何桥、白骨殿3关，过3关者可得本作传承。白骨大圣，没听说过这号人啊。废话，这秘境存在了不知多少万年，那白骨大圣更是不知多少万年前就埋骨在这里，你能听说过才怪了。这倒也是。师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白骨大圣的传承，我不敢觊觎。师兄你，传承归你，此地资源归我。这座宝地里，恐怕最珍贵的，就是白骨大圣的传承，那可是圣级强者。秦师兄竟然直接把传承让给我了！区区圣级传承，对我而言只会是拖累。小胖子刚才也出力了，不如丢给他，换个顺水人情。这传承与我道不合，你若不想要，我便将玉甲带出去，想来能卖个好价钱。多谢师兄成全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这条命就是师兄你的。少来这套，你去炼化传承，里面应该有能出去的办法。正好，我吸收灵智和资源修炼。成了，白骨大圣的传承，我全部融会贯通了。不错，多谢师兄成全。此恩，小弟没齿难忘。白骨大圣的传承，我着实看不上眼。玉简能否带出秘境还不一定，与其白白浪费，还不如用来培养小胖子。该谢的，多谢前辈留法传道，玄机定会将前辈之道发扬光大，传承香火。没想到，这趟百宗为寿之行竟有如此收获。秦师兄，你要突破了！7日前便可开天门了。不过当时你在参悟，我若突破必会干扰到你，所以才一直压制到现在。退远，越远越好。是。谁在突破？是秦风吗？秦修远、小鹰王、小蛟王、苏灵霜都相继突破了，这一次会是谁？会是秦风吗？我操，这是秦师兄的灵丹，白骨大圣的传承令我灵丹壮大了不少。可即便这样，跟秦师兄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一个西瓜一个芝麻。天门现9座天门，师兄果然是旷世天才。天门数量越多，实力越强大。我和小蛟王都只开启了7座天门，唯有修远师弟是9门。9座天门，圣子师弟也是9天门。秦风此子天赋和功法竟能比肩圣子，此子绝不可活。只要赶在他突破完成前出手，秦风必死无疑。门主说过，你我的使命便是为圣子清扫一切阻碍。秦风必须死！雷劫四方，天地玄黄，天门13，万道成皇。不可能！连圣子师弟都只能开启9座天门，他秦风凭什么开启第10座天门？必须在他第10座天门开启前杀了他！怎么可能？
第11座天门蓄影，秦师兄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12座，绝不可让他再继续下去。真让他开启12座，圣子大炎域第一天骄之名，怕是要成笑话。苏凌霜，你玉清宗与太玄宗明里结盟，实则各为利益。难道你玉清宗真想看见开启12座天门的天骄出世？现在上去便是送死，二位想死，我不拦。危言耸听！太玄宗所属听令，全力保秦风突破，任何人敢扰，死战！就凭你们这群蝼蚁，哼！本座现在没空理会你们。不过，既然你们一心求死，等秦风死了，本座会顺手送你们去跟他同去。秦风，受死！痛快！秦风，受死！找死！小鹰王和小教王就这么死了。2名天门境1重，眨眼间就被他一人秒杀。秦风他好强！13座天门，他还有12座天门虚影，尚未凝聚开启。只凝聚开启1座天门，便有如此战力。若13座天门全开，天门1重，可战天阳。只要窥探秦风的记忆，找到他开启13天门的办法，大炎域年轻一代，我亦能无敌。死了！自作孽不可活，窥探记忆，我前世几万年的记忆，岂是你能承受？更别说我记忆中还有几十位大地境的本命功法。秦修远还不出手，何意？但求一战。理由？苏凌霜他也是9天门，没想到大炎域1月之内出了2个9天门，还出现了秦风这样的妖孽，跟他们比，我太弱了。若等你开启第9座天门，我自认不敌，但不能正面与你一战，我道心难稳。你可想好了？只求一战，不问生死，请赐教。那便战。太上诛仙指，太弱了。继续，你会死。但求一战，不问生死，要么战，要么死，这便是我的武道。何必？太上玉清甲，灵兵，不对，这甲章的气息比寻常灵兵强大很多。看来跟太玄剑一样，这是属于玉清宗的传承至宝。请赐教。什么？刚才一击，我只用了3成力。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玉清宗所属，随我后退。是，大师姐。
好强的气息！同为9座天门，这道气机竟然比刚才的苏灵霜还要强大。是秦修远，我呸！这家伙还真会挑食。胜子必胜，天元门必胜！秦风师兄加油，太玄宗必胜！想不到你这种人，竟也有人愿意为你摇旗呐喊。多说无益，要战便战。当初的秦风，不过是我随手便能捏死的蝼蚁，自己只是略施小计，便让他差点死在执法堂中。没想到，一介蝼蚁，竟能成长到这种地步。秦风，给我受死！什么？封天之瞳！这力量，秦风，别忘了，我也修剑道，给我受死！天元断魂斩！什么？该死，真是命大！说让你开启更多天门，或许今天鹿死谁手不好说。这是要拼命了。可惜，此刻你我同为9天门，而我有天命道骨之力加持，你绝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秦风，你这蝼蚁，注定要成为我的垫脚石。这就是天命道骨的力量。都说天元圣子天生道骨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好强的力量，竟然连秦风的天门大师都被镇压了。我呸！秦风师兄若开启13座天门，秦修远也配跟他抗衡？秦风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今日我便代表秦家肃清你这叛徒，还大言域一个朗朗乾坤！就凭你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！我即天命，封天之瞳定！什么？该死，又是这青铜傀儡！本圣子一剑斩了他，看你还拿什么挡我的紫霄神瞳！云峰，现在你没了傀儡，我看你还如何挡我的封天之瞳！青铜傀儡和太玄剑都废了，我看下一招你拿什么来打？道骨的力量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在爆发道骨之力，获得强大实力的同时，秦修远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秦风，不信你还有底牌，这一次我要你死！晚了。什么晚了？可一直不还手，竟是在暗中凝聚第10座天门。破！这不可能！当初你不是我对手，现在一样。该死！该死！该死！天命护身！
不对，快跑！这余波不是我们能承受的。天命道骨的力量果然霸道，我开启了10座天门，却也仅仅只占据了半分优势。秦风，没想到你这蝼蚁竟能成长到这般地步。彼此10座天门的确惊人，本圣子确实不知你究竟用了何等邪魔歪道之法，才做到这一步。但今日我以道骨为新柴，所燃之焰定将你烧成灰烬。天命道骨爆！秦修远施展的秘法跟燃元诀有些相似，不过这秘法比燃元诀更强，代价似乎也更大。秦风，本圣子乃天命之人，这蝼蚁生来便注定是我的垫脚石，灭世魔头！秦风，受死！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秦风，没了太玄剑，我看你如何是我对手！怎么回事？明明胜局已定，我为什么会如此不安？你以为只有你有底牌？什么？谁告诉你？我只凝聚了10座天门。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了，你一直在隐藏实力。刚才的异象，你同时开启了第11座天门。回答正确，可惜晚了。秦风，你这卑鄙小人，你竟敢骗我！成王败寇，恨骨不变。你不让你爆发最后的底牌来杀我，难道要让你用这底牌逃脱升天？你太卑鄙了！其实我想杀你9天门足矣。秦修远，我早说过，天命2字太过沉重，而你背不起。你敢夺我道骨！有何不敢？秦风，此番我若能活，此生绝对与你不共戴天！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说你离开秦家后不再找我麻烦，我甚至懒得找你报仇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其中一道大事消失了。谁赢了？秦师兄赢了，还是那秦修远？那还用问？肯定是我们的天元圣子。秦风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圣子争锋？我呸！天元门别高兴得太早，赢的人肯定是我们的秦风师兄。太好了，是秦师兄赢了，秦师兄无敌！怎么可能？圣子陨落了！秦师兄威武，太玄宗万圣！秦修远已死，天元门之人交出储物袋，束手就擒。违者杀，不降者杀无赦。风无痕、云溪、小胖，你3人去收缴他们储物袋和令牌，凡抵抗者杀无赦。是。愿遵师兄之命。所有人听令，立马脱离秘境。师兄怎么了？立刻脱离，否则你们会死。明白，所有人听着，不想死的立马传送离开。我们呢？太
玄宗收走了我们的储物剑，难道我们就要在这里白白等死吗？就是，秦风，你这人未免太狠辣了些。跟你结仇的是圣子，如今他身死道消，你难道要迁怒到我们身上？你们生死与我何干？什么？从你们代表天元门进入百宗围猎时，便该想到会有今日。秦风，你这般狠辣，必将遭受报应。我们就算变成冤魂，也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天道好轮回，你不会有好下场！成王败寇，亘古不变。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秘境中发生什么意外了？难说，如此剧烈的波动，除了往年秘境结束时所有人同时脱离之外，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。具体如何，等波动消失，一探便知。该不会是修远的孩子杀完秦风没忍住，大开杀戒，把剩下2宗弟子都给杀胆寒了吧？什么？哈哈哈哈！我徒儿果然争气，2大宗门被杀的同时脱离，这可真是历史性的一幕。2位承让了。2宗弟子同时脱离，按照百宗为寿的传统，相当于同时失去名次。从今往后，大岩域不再有3大宗门之说，我天元门以后便是大岩域唯一强宗。怎么了？这不太好吧？若是我们这么做，岂不等于出卖了秦风？秦师兄如此辉煌战绩，我们不说，让别人去说，这跟锦衣夜行有何区别？可是这件事我们必须要说，而且还要往死里为师兄造势，唯有这样，宗主才能不计代价保护秦师兄。我感觉小胖子说的有道理。启禀宗主，太玄宗此战大捷。你说什么？宗主，此战大捷，秦风师兄破天门境，开辟史无前例的13天门。秦师兄阵斩天元门秦修远，灭小鹰王、小蛟王2人，生擒天元门其余所有弟子。此战太玄宗大胜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秦师兄还在凝聚最后一座天门，随时都可破关。此战各大宗门强者共建之，弟子绝不敢谎报战功。我可作证。一派胡言！我徒儿修远乃是天命所眷之人，他天命道骨加身，可越级2重不败，怎可能被那区区秦风斩杀？秦修远被秦风师兄一剑斩杀，所有人都看到了。我徒儿天纵之才，怎会死于区区秦风之手？谁知那秦风用了什么邪魔歪道的手段，才害死了我徒儿？否则他一介废物蝼蚁，也配与我徒弟争辉？够了！再让我从你口中听到半句折辱秦风之词，今日我洛清离逆战天元。秦修远背靠天元门，便可做世人口中天骄。我徒儿秦风，凭什么要因此承受这些无辜骂名？我不是……难道就欺负我家秦风，背后没人撑腰吗？秦风师兄，那是秦风师兄！他开启第13座天门了，传言竟然是真的。怎么可能会有13座天门？此地不可久留，先回云州，回太玄宗。好。太玄宗何必急着走呢？什么人？太玄宗秦风杀我萧家嫡系，这笔账今日该清算了。天元境9重，还有4尊天元强者，不知是何方前辈。我太玄宗鲜少在外树敌，此事或许有误会。误会？萧藏海的儿子被你太玄宗的人杀了，你跟我说误会？人是你杀的？是，当时情况紧急，
焚炎山谷的扬言马上要暴动，我没来得及将其他人灭口，大意了。下次注意点。这是何意？秦风是我徒弟，他的命我保了。就凭你，一个天阳境的蝼蚁！本座丧子之仇，你说两清便两清，你算什么？枭雄且慢！怎么，你要拦我？枭雄，你误会了，我徒儿也死于那秦风之手，我恨得将其蛋肉蚀骨，碎尸万段，但此女万万动不得。为什么？他是千星城骆家的人。既是千星城骆家之人，现在退下，本座便给骆家一个面子，饶你不死。但秦风必须为我而偿命。我说过，秦风我保了，此事没得商量。哼，你莫不是以为本座真不敢对你出手？骆家是强，可本座不信他们还能随便为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子便跟我萧家开战，再不让开，死！秦风的命，我千星城骆家当代圣女骆清离保了。圣女，我只知道她是骆家的人，没想到她的身份竟然这么高。骆家圣女，你们靠资源堆砌培养出的庸才，能被世人称作天骄，只因他们背后有靠山、有势力、有世人不敢得罪的背景。我弟子秦风一路靠自己厮杀拼搏，不过斩了几个废人，便要被你们追杀针对，一切就因他没背景、没靠山。既然这样，今日我便让你们睁大狗眼看清楚，我家秦风也有靠山，你们得罪不起。洛神令，前端城骆家独一无二的洛神令，你真是骆家当代圣女。秦风，如今你踏足天门境，在修行上也算登堂入室。师父，雏鸟终有离巢日，人世万里途，我也只能陪你走其中一程。往后无论风光霁月，亦或霜雪满天，都要你自己去闯。他要干什么？大岩域的天于你而言实在太矮，我在大荒等你。重逢之日，我带你去看真正宽广的天地。我曾一生坎坷，终成无敌，却始终寂寥。没想到重活一世，我竟也会遇见一个人，没有目的，不问对错，掏心掏肺对自己好。方才你说要给骆家一个面子，饶我不死，可笑，连玄黄境都没有的家族，也配说给我骆家面子，也配在我面前露出指爪，也配欺我骆清离的弟子。这是圣境投影。你保秦风无恙，我跟你回骆家。今日秦风，我骆家保了。天辰的死，一切恩怨，萧家不会再提，从此一笔勾销。忙我帮了，老实回家。再敢偷跑，家法伺候。放着好端端圣女不当，非要跑出来追求自由。我的小祖宗哎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跑这几年，你老爹我差点为你娘。金吾与萧家所属，撤！从此刻起，天辰的仇清了。金吾与萧家不会再以此为由对付你。洛风主的背景竟然这么大！我呸！什么天元九重，真是欺软怕硬。还好。没想到洛风主竟是千星城骆家圣女，太玄宗还真是卧虎藏龙。我说此事我也刚知道，你信吗？我信，我信个鬼呀！萧家的账是两清了，但我徒儿修远的死这笔账可还没算呢。骆家说保秦风，我天元门自认不敢与骆家为敌，但修远之死，我天元门门人弟子之死，这笔账必须有人来还。今日本座代表天元门正式向太玄宗开战。什么？天元门要对我们太玄宗发起举宗大战？为了杀秦风，天元门竟如此丧心病狂！举宗之战，不死不休！
完了！天元门这次虽伤了元气，可死的都是年轻一辈，老辈强者战力正稳，绝非我太玄宗能应对的。天元门向太玄宗宣战，无非为了杀我而已。既如此，何必那么麻烦？你要干什么？1年多来，多谢宗主与宗门的照顾。天元门为杀秦风，要与宗门血战。既然如此，今日起，我与宗门断舍离。从此之后，路归路，桥归桥，一切因果再不相干。秦风，你我与天元门的恩怨，万般因果，我秦风一人背负。天元门想报仇，无需牵连太玄宗，冲我一人来就是。秦师兄，我等身为同门，有难自当共同面对，怎能次次都让你一人背负？就是，娘，你快帮忙劝劝秦风。他若此刻脱离太玄宗，天元门不会放过他的。哼，秦风，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无需你操心，我脱离太玄宗，不正好顺随了你天元门的心意？若太玄宗为你举宗死战，或许你能有一线生机，但你退宗，太玄宗便再无人能为你出手。天元门便追杀你至天涯海角，不死不休。上一个这么说的人是你徒弟秦修远，可惜他死了。你找死！你动手试试。骆家说要保我，人前脚刚走，后脚你出手，便是打碎骆家的脸，后果你背得起吗？我早已判出家族，如今又与宗门断舍离，我秦风县烂命一条，站在这里让你来杀，你敢动手吗？我一条命，换你整座宗门万年基业，倒也不亏。来呀！天元门门主，大言域第一强者，莫让我看不起你。秦风，今日有骆家面子在，我不动你。但过了今夜子时，便是明天了。天元门全宗上下见你必杀！秦风，你太冲动了。你是我太玄宗弟子，此事宗门会为你死战至最后一人。太玄宗虽不如天元门强大，但绝不会做出舍弃弟子求存之事。宗主，天元门要战，大不了老朽舍了这身皮囊，也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宗主，我意已决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天元门针对的是我，只有我走了，太玄宗才能保全。秦风，你能为宗门尽情尽力，太玄宗岂能待你无情？莫再开口。秦风，我知你是至情至性之人，但你若还念宗门情谊，今日便听我的，留下来，就让太玄宗让我们再护你最后一程。真感人呐，陆苍生，你可想好了？若今日秦风不离开太玄宗，过了子时，你我二宗便是不死不休。凭你想保秦风还不够格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一个宗门，哪怕战至最后一人，只要骨子里的血性不灭，便不会消亡。今日秦风敢为宗门直面你天元门怒火，宗门绝不会弃他不顾。我天元门年轻一代全军覆没，现在在玉清宗眼里，你太玄宗可比我天元门值得对付。宗主，哪怕用命，老朽今夜也为你杀出一条活路来。秦风，可否听我一言？你退宗离去的确两全，可若今日宗门真让你离去，难免会让人寒心。你在百宗为寿中拼死搏杀，为太玄宗支起的脊梁便彻底断了。我知道你不愿牵连宗门，但你也要想清楚，骆峰主离开骆家，定有不快之事。今日为保你，他向家族低头，你若就此冒险离去，万一出现意外，岂不白付了他一片苦心？我明白了。对了，宗主，有一件事我很好奇。怎么了？为何萧家跟天元门都如此忌惮千星城？那是自然，不光天元门和萧家，放眼东境108域，千星城骆家之名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惧。哦，东境108域中，像我们大研域只是其中垫底的存在，排名过百。像金乌域108域中排名74，萧家实力便轻易碾压我们大研域。这么说，骆家排名很高？千星城，或者说
4大星城，他们并不属于108域，而是凌驾于108域之上的存在，哪怕是第1域也要跪。4大星城扎根于大荒圣院。说起来，再有半年便是大荒圣院大考之日。今日若能挺过此劫，以你的天资，倒说不定有机会拜入圣院门下。今后之事，今后再谈。时间已到，陆苍生，本座只问你一次：太玄宗退还是不退？很好，今夜过后，天下再无太玄宗。